据说人类死后，视网膜会留下最后看见的景象。这时外面一道闪电划过，两人好似听到了踩断树枝的声音，害怕的连忙跑回家。到了家门口，他们发现不对劲，为什么印象中关上的门是打开的呢？两人都以为对方忘记关了，却没看见门口有一串脚印。一只没有下巴的怪物摸进了屋子。等警方找到这边时，怪物已经杀害了霍华德的姐姐，还拿起桌上的牛奶往嘴里倒。警察击穿怪物脑壳才将其制服。霍华德看着死去的姐姐无比悲痛，又感到困惑不已。他走出门外想问个究竟，却见警方将一只抽搐的断手装进了证物袋，还抓到了凶案的罪魁祸首，正是进行人体实验的维斯特。维斯特的实验室管理疏忽，以至于研究对象们溜进民宅，导致了一场惨案的发生。不过警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遗漏了一管绿色药剂，被年幼的霍华德捡到了。时间转眼过去了13年，维斯特科学之心不死，在监狱里用老鼠做实验，似乎用高压电从老鼠身上提取了什么物质。狱警没有阻止，还给他送了一份差事委任书，接着走到隔壁监狱门前，告诉里面的黑老大卡哥，他的宠物老鼠在维斯特手里。临到放风时间，卡哥果然找维斯特询问老鼠的去向。维斯特佯装不知情，顺利渡过难关，但他没能注意到不远处有个年轻男人正盯着他看。这个人就是多年前的霍华德。今天他到监狱报到，但不是以囚犯的身份，而是上任监狱医务室的医生。他先去拜访了恶名在外的典狱长，对方正在跟一个美女记者眉来眼去。美女记者名叫劳拉，负责写一份监狱调查报告。不同于对典狱长的敷衍，他看见小帅哥霍华德时，连笑容都开朗了几分，这让典狱长看得牙痒痒，对霍华德的态度不怎么友善，还警告他找维斯特当助手是错误的决定。不过监狱里医疗人手不足，维斯特确实有医生的背景，典狱长也不好指责霍华德。这时狱警进来报告，囚犯阿蒙心脏病复发了。霍华德连忙过去救人，和2个狱警将他抬去医务室。经过一顿急救操作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维斯特看着冰冷的尸体，平静地告诉霍华德，其实你抬他进来之前，他就已经死了。接着拿出委任书，质问霍华德究竟是什么意思。霍华德于是自曝身份，他就是当年捡到药剂的小男孩，想和维斯特拯救人类，克服生死，因此提议跟他一起工作。为了获取维斯特的信任，他还带来了那管药剂。虽然药剂的成分挥发了不少，药性应该没有多少改变。于是维斯特将药剂注射进阿蒙脑壳，阿蒙很快醒了过来，变得力大无穷，但是又暴走了，差点掐死了霍华德。听到动静赶来的狱警纷纷被咬伤，反倒是维斯特临危不乱，给阿蒙注射镇定剂后稳住了局面。等典狱长赶来医务室，阿蒙害怕的连连求饶，不过他只是虚晃一招，趁典狱长不注意偷袭了对方，随即被狱警制住。这可把典狱长惹怒了，质问这里发生了什么。霍华德谎称阿蒙对药物过敏，产生了不受控的副作用。典狱长虽然不相信，认为维斯特从中作乱，给阿蒙喂了特效药，但看维斯特怼得有理有据，只能暂时接受这个回答。但他没有放过维斯特，而是给他加了1年的刑罚，还要关1级禁闭。回牢房前，维斯特给霍华德一张纸条，上面有做实验所需的材料，算是同意了和霍华德做搭档，同时提醒霍华德小心劳拉，不要像凯恩一样深陷爱河。然而霍华德根本没听进去，下班后主动送劳拉回家，还和人吃饭聊天，说自己之所以学医，是不想再面临姐姐死亡时的无助，他想复活姐姐，想济世救人。在他眼里，现在的劳拉就很像他的姐姐，所以2人情不自禁抱在了一起。隔日霍华德去上班，维斯特再次提醒他人体实验的事要保密。霍华德觉得他不该怀疑自己，没想到领口的口红出卖了他，霍华德只好沉默走人。那边的劳拉已经盯上了维斯特，正在调查各种资料，还接连向霍华德打探维斯特。可惜霍华德深陷恋情，没察觉出异常，还鼓励劳拉勇敢地付诸实践。维斯特本人却心无旁骛，每天专注提炼药剂。当卡哥再次为老鼠的事威胁他，表示大难临头就在今天，维斯特也没有分心，还学舌转告霍华德就在今天了。霍华德知道实验有了进展，连忙赶走护士和病人，跟维斯特躲进秘密实验室，用卡哥的老鼠做实验。
维斯特认为老鼠和人类有相同点，大脑皮层能产生特殊电波，因此对药剂会有反应。这种药剂又叫纳米原生能量，存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里。尸体被注入后就能起死回生，但也会陷入暴走状态。如果要让无序的生命变得有序，还要加入魔法，用高压电给尸体导入纳米原生质，这是能加速细胞成长生长的催化剂。一旦导入，暴走的尸体就会变得正常。他们一番操作后，老鼠果然活了过来，而且温驯得很可爱。结束实验后，霍华德在监狱里遇到了劳拉。劳拉认为阿蒙的事不简单，于是色诱典狱长，让对方同意自己在监狱自由参观，之后贿赂狱警，得到采访阿蒙的机会。同时，维斯特在外面放风，卡哥决定杀了他，为老鼠报仇。已经集结了手下，准备好了利刃，凶神恶煞地拦住了维斯特的去路。哪知道维斯特云淡风轻的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递给卡哥，居然是丢失已久的宠物老鼠。卡哥顿时开心的像个孩子。然而维斯特凭借聪明才智摆脱险境，那边的劳拉却在劫难逃。阿蒙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，只嚷嚷着我很饿。但他还没对劳拉下手，典狱长就进来了，指责劳拉为什么对他撒谎。劳拉害怕的步步后退，这让典狱长很有成就感，完全没注意到逐渐靠近的阿蒙，结果被当场咬掉了一只耳朵。典狱长随即暴怒，猛揍阿蒙，从他口中抢回自己的耳朵。阿蒙躺在地上不再动弹，似乎已经被打死了。典狱长担心媒体知道自己杀了人，于是威胁劳拉不要说出去，还要他跪在地上学狗叫，并且服务自己。劳拉挣扎着要跑，结果被活活掐死。那边的霍华德又跟维斯特蹲实验室，维斯特为老鼠导入的是非同种啮齿动物的纳米原生质，现在手上还有老鼠的原生质，他想把这玩意儿给阿蒙。可惜两人还没开始行动，狱警便带着劳拉的尸体前来，让他们开出死亡证明，还对外宣称劳拉是被阿蒙打死的。霍华德不想失去劳拉，于是给他注射了药剂，但是没有原生质的作用。醒来后的劳拉不出意外没了理智，还跪在解剖台上学狗叫。同时狱警去禁闭室处理阿蒙尸体，没想到里面空无一物，阿蒙去哪里了呢？卡哥倒是能给出解释，阿蒙回到了自己的监狱，抓走了老鼠放进嘴里。等狱警进来处理纷争，一不小心被老鼠咬破了鼻子，还被阿蒙用警棍敲死了。卡哥见状，连忙拿走狱警的钥匙，打开监狱所有房门，发起了监狱暴乱。他兴奋之余还想和老鼠亲密，不出意外被咬伤了舌头。就在狱警和囚犯打作一团时，典狱长带着耳朵去找霍华德，没想到发现了秘密实验室，还看到了死而复生的劳拉。维斯特为免事情暴露，连忙敲晕了典狱长，接着手脚麻利地提取了典狱长的原生质，并将这东西导入劳拉体内。毕竟相比于老鼠的原生质，还是身为同类的原生质让霍华德放心。可是这玩意就跟邪恶因子类似，劳拉虽然获得了短暂的清明，体内的邪恶因子却不受控，一直在跟劳拉的本性抢夺身体，以至于劳拉有时霸气侧漏，有时楚楚可怜，性格转变得太快了，过于考验演员的演技了。这时维斯特终于听到暴动的声音，刚出去看情况就被卡哥抓住，质问他对自己的老鼠做了什么。然而相比于老鼠，卡哥更在意美丽的劳拉。劳拉连忙反抗逃走，霍华德紧随其后追了上去，但还没找到人就被一群狱警往外面拖。他们不打算和囚犯硬碰硬，而是选择躲起来。同时维斯特回到实验室收拾东西，他准备趁乱跑路，但在临走前他决定做最后一次实验，将老鼠的原生质导入典狱长体内。可惜他做完实验后忙着收东西，被醒来的典狱长敲晕了，一袋子药剂也被偷走。典狱长离开医务室后，先解决了不听话的狱警，再给对方注射一管药剂。另一边，劳拉还是被卡哥找到了，然而还不等卡哥发作，劳拉体内的邪恶因子就占据了上风。等他恢复意识，便见自己满手鲜血，卡哥被切得只剩上半身，自己手指还不受控制扭动。典狱长刚好看到惊慌失措的劳拉，色心不改的连忙过来调戏，还捡起一只断手舔了起来。劳拉后退躲避时，看到有很多囚犯上吊，那都是典狱长指挥狱警所为。他还给上吊的囚犯注射药剂，完全没注意后方跟着的囚犯豪叔。豪叔以为绿色药剂是好东西，干脆偷2管给自己注射，岂料身体随即不受控制的抽搐，好似还让人很上瘾。
这时，镇压暴动的武警已经抵达监狱，霍华德在他们的掩护下去找劳拉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运。落单的护士在躲藏时遇到了阿蒙，吓得连跑都忘记了，最后被咬伤了胸脯。等武警冲进来救人，阿蒙赶紧举手双手投降。武警以为他没什么战斗力，放下戒心上去绑人，殊不知这又是阿蒙的诱敌陷阱。在武警靠近时，抓住对方张口就咬，不过他还没吃到口，就被其他武警射成了筛子。另一边，霍华德找人中途和维斯特碰面，维斯特想找回自己的药剂，认为劳拉应该也被典狱长抓走了。他最喜欢将人带去死囚室，用那里的电椅玩弄囚犯，于是两人直奔死囚室。路上，他们看到大量被上吊的囚犯，不过那些囚犯都没有死透，反而止不住的抽搐晃动，应该都被注射了药剂。同时，劳拉在典狱长的胁迫下答应跪在地上服侍他，但此刻的劳拉却是邪恶因子占了主导地位，不仅能命令狱警离开，还一口咬断了典狱长的命根子。刚巧老鼠路过死囚室，命根子变成了老鼠的玩物。劳拉恢复意识，吓得大声尖叫。霍华德听见后赶紧跑过去，维斯特则被隐藏在暗处的卡哥偷袭。不过维斯特对付肢体怪物已经身经百战了，轻松搞定了卡哥。之后他看到在注射药剂的豪叔想要夺回药剂，豪叔却仗着有栏杆阻挡，又给自己注射了一管药剂，结果他浑身溃烂，脏器全从身体里蹦了出来。维斯特感觉这人没救了，索性拿走一只眼睛当研究材料。霍华德那边可没维斯特这么轻松，劳拉已经无法掌控身体了，化身暴力女王殴打霍华德。而赶来的维斯特碰到逃走的典狱长，对方体内的老鼠因子也激发了，不仅啪啪走，还对卡哥有了特殊情绪。当劳拉暴揍霍华德时，维斯特则在暴揍卡哥，随后还将典狱长安上了电椅，给他烤得外焦里嫩。同时，劳拉恢复了一点自己的意识，哀求霍华德杀死自己。霍华德不愿劳拉再承受痛苦，于是割断了他的脖子。等维斯特找到自己装药剂的手提包，只见霍华德抱着劳拉的头，嘴里喊着姐姐的名字。他知道这个队友带不动了，于是拿走霍华德的证件，伪装身份逃离了监狱。霍华德反被武警控制，他本以为自己救了劳拉，却见劳拉的头颅睁开双眼朝他大笑。难道劳拉也成了类似希尔教授那种怪物吗？逃出升天的维斯特或许猜到了这样的结局。他离开监狱后扔掉了豪叔的眼睛，随后走进了夜色，继续自己的尸体复活实验。火跳师3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影片最后维斯特扔掉眼珠是个很巧妙的处理，那颗眼珠跟霍华德小时候拿到的很像。那时候霍华德跟朋友说自己拿到的是羊的眼珠子，现在看来大概率是人的眼睛，而且也是从草地里捡到的。这样一想，整个剧情有点首尾相连的意思了。但是从遵从原著改编的活跳师1到现在乱编的活跳师3，这个系列除了尸体复活者维斯特外，跟克苏鲁几乎没什么关系了。第一部中有自主意识的大肠设定被抛弃，第二部虽然被埋在地下，但还没死的希尔教授也没了戏份，以至于活跳师3部曲的情节没那么连贯，也让人觉得非常可惜。因为到第3部，活跳师只剩下恶搞了，连幽默搞笑的片段都少了很多。所以如果你喜欢维斯特这个角色的话，推荐去看原片。他的人设从头到尾没崩过，在第3部还是理智冷静、魅力十足的科研大佬。那么我的解说到这里为止了，宝子们看完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哦。